看到大熊猫，您应该已经猜到我在哪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这是我第3次来到成都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，却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从神秘的三星堆到千年水利工程都江堰，从充满历史韵味的武侯祠到热闹时尚的太古里，每个地方都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成都的独特魅力。当然还有让我念念不忘的成都美食火锅串串，还有一路吃不停的各种小吃。这一期呢，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漫步成都。您好，欢迎下棋，早上好。天府机场这个跟大兴机场那个很像，还有一个户外，但是这个庭院是不能吸烟的。成都的天气好像有一点阴，据说未来的几天都会下雨的，是不是也算是梅雨季节啊？这个成都的天府机场也是小白第一次来，之前都是来那个叫什么呀双流，这个好像距离市区比较远。刚刚大概逛了一下，感觉和北京的大兴机场挺像的，应该也是这种出入混流的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商业、奢侈品商店什么的。这边就是行李提取处。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，距离成都市中心将近50公里。那么从天府机场驱车到市中心要用时1个小时30分钟左右。这个是入住的橘子酒店，卫生间、淋浴间。从那边的步行街走过来，走了一路，到处都是熊猫。然后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春熙路，可以看到标志性的 IFS 的熊猫。这个算是一个打卡点吗？成都春熙，旁边还有一个计数器。这个熊猫我记得还可以上那个天台上排队打卡拍照。底下呢就都是一些重奢店。上一次来成都的话，应该都已经在6、7年前了。第一次来的话，应该是在19年，好像。这个应该算是第3次来。然后刚刚从那边的那个步行街走过来，感觉好像之前也没有逛过，超级多的人。远处这个是成都的电视塔吗？我刚刚从太古里那边骑车来到这条街，叫什么街呢？这个叫望平街。然后我发现这条街道两边全是各种的小吃店、餐厅，空气中都弥漫着火锅的味道。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兔头、蹄花，还有我最爱吃的那个钵钵鸡，非常适合夜宵。这条街还挺不错的，之前也没有来过，叫望平街。那么其实小白来这条街的目的呢，是先理个发，找个理发店。哎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望平街是成都比较有名的街吗？现在是还好，以前前2年还算是比较有。因为我看这边有很多的餐厅小吃，是吧？对，就晚上会很热闹是吗？还是？对，晚上会比较热闹。哦，游客会来吗？会。哦，这边的餐厅真的超级多。我们要不吃个冰粉吧，在旁边。这一个手搓冰粉，
冰粉怎么买啊？冰粉10块钱1碗。10块钱是吧？哎，不吃冰粉吗？要不要吃川菜香？啊？吃点菜，川菜香。啊，不吃串串香，就吃冰粉。就吃冰粉在这吃吗？对，在这吃。好的。这旁边还有吃串串香的，我感觉晚上来这边应该是非常的爽，喝点酒，吃着烤串儿。哎，不叫烤串儿，串串香，是这种在这个锅里面涮的。这有枣、山楂、哎，葡萄干、葡萄干、红豆啊，还有红豆。哎，焦糖上有了。我们冰粉挺好吃的，纯手工冰粉没加冰块，你的那个冰粉加半碗冰块。这个就是冰粉儿，我觉得尤其吃完那个火锅之后来一碗这个挺爽的。这里面有红豆，尝一尝。你们先吃，嘿嘿。尤其坐在路边是一种我觉得特接地气儿特好的感觉。红糖的味道，因为今天没下雨，还有一点闷，冰冰凉凉的，蛮舒服的。吃了一碗冰粉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这是我最近这几年吃的最好吃的。每次来成都或者重庆，真的就超级喜欢街边的这些火锅店呀、或者是那种串的吃串的地方。特有烟火气，而且这味道飘到这个街道上特香。据说这条街的河边沿岸还有一些咖啡厅，我们一会儿去找一找。我们看前面两边都是店铺，顺着这里边走应该就是那个河边了。然后旁边还有这烧烤。宜宾烧烤，好香的火锅味道。下午现在3点多就开始吃上了，就沿着这条河边上，全是一些比较时尚、洋气的小店，有酒吧、咖啡厅。还有一些烘焙店，成都小酒馆。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，就是我走在这条路上，他们的这种揽客的行为，就是我想去，但是遇见这种情况，就好感度会下降，就很像以前。北京的那个后海后来就变成这样了，全揽客。这儿有一个亚朵酒店，望平街。身后面这个就是成都339电视塔。为什么叫339呢？它是339米。而且这边离太古里也特别的近，现在我们就步行过去，大概也就5-6分钟吧，就可以到成都太古里了。那小白为什么今天去理发了呢？刚到，因为一个是头发也有点长了，该理一理了；再一个呢，就是我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，就是剪的那个渐变油头，就是去了。就第一次去 barber shop， 所以，然后这么多年呢，就一直就没变，所以这次来成都，就正好再去在成都这个 barber shop 再体验一次。不过这个价钱确实要比上海什么要便宜很多。工作日的关系嘛，感觉人不是很多嘛，可能晚上热闹一些。太古里也是太古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的项目。那会儿是被称为什么呀？三里屯的2.0。整体逛起来特别舒服。
然后后来就有很多的一些地产就开始，就算是模仿它这种形式，街区的这种感觉，然后一个个盒子，上面是连廊、特斯拉，旁边呢就是居民楼，下面有一些这种很烟火气的餐厅，而且我记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好像非常高档的酒店吧，是开在那种很古色古香的建筑里面，而且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庙啊？有点记不太清了，是不是就是这个呀？我记得当初我来的时候还在一个院子里面喝茶，一个茶馆。这个是楼玉，我前面这个是一家餐厅吗？这个万利面弄得还蛮特色的。再往前是一个影呗，福禄寿，后面是古大圣慈寺，免费参观的。一进来是个弥勒佛。它为这个就是财神爷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中间的是佛教当中东宝如来。文昌帝、关圣帝。流行一种说法呢，就是。这是药师殿吗？里面很多区域都在修缮。哎，就是这里边。当初我就坐在这里面喝茶。但是一个人坐这儿喝没什么意思啊，我们还是继续溜达溜达吧。那边就是街边了，然后有一些大的品牌店。世界杯，阿迪达斯的一个店。我觉得成都这屋里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啊，要比北京的三里屯要强。这边人就多嘛，这边是喝下午茶的地方。看这人排队，然后前面就有一些大牌的店了，迪奥啊、Jimmy Choo 啊这些。这个广场这边是 Apple Store， 然后后面有一个阿拉比卡。我记得之前来成都的话，还特意去了宽窄巷子里面的那个阿拉比卡打卡，那个整体的那个风格也挺不错的，就是很有自己的成都味道。旁边是爱马仕、门口，可能是因为是工作日的关系，人不是特别多。Tiffany， 哎，这个宝珀这家店好像一直是就在这里。LV， 哇，这里面可以进吗？本来是要下雨的，结果现在大太阳出来了，暴晒。太古里这个店铺的沿街还是挺漂亮的。哇，这个是爱马仕的旗舰店吗？晚上来吃一个成都火锅，空气中弥漫的都是火锅底料的味道。吃虾吗？送可乐、七喜、王老吉。这边是自助小料区域。
吃过晚饭呢，现在这边是成都春熙路的商圈，晚上还是相当热闹的，而且现在温度也蛮适宜的，也就20度左右，挺凉快的。我感觉这边卖黄金的每家店铺都使尽了浑身解数。这上面是表演变脸的。这变脸的前戏真够长的。好，鼓掌鼓掌。好，就感觉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不同的这种文化和商业氛围。然后这个金店呢，又用这种熊猫来吸引顾客。机器人。到处都是熊猫，这个是安踏的一个旗舰店。然后这条马路呢，就是蜀都大道总府路对面王府井百货。这边有一个春熙路的一个牌子。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，有点阴天，估计要下雨了。正好天气凉快，我们一早去武侯祠跟大家逛一逛。现在在门口打个车，现在还在飘着雨，旁边就是锦里，这边有一个街区的全景导览图，细长条，然后和武侯祠是挨着的。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，就是这边。从线上买票或者线下都可以，成人票50块钱一个人。这边是讲解的设备租赁。沿着这个往里走，就是汉昭烈庙、武侯祠。左边是明碑，虽然下了雨，然后工作日人也挺多的，我估计周末的话，这里不也人满为患啊。明嘉靖26年刻立。另一侧呢是唐碑，唐元和4年刻立。被誉为3绝碑。成都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，由武侯祠、汉昭烈庙及惠陵组成，人们习惯将三者统称为武侯祠。武侯祠始建于公元223年，修建惠陵之时，其中武侯祠建于唐以前，初与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相邻。明朝初年重建时，将武侯祠列入，形成了君臣合祀、祠堂与陵园合一的格局。这边一圈还有对面都是一些这个人物的介绍。文臣武将廊位于刘备殿前东西廊内，有蜀汉文臣武将的塑像28尊。东廊称文臣廊，以人称凤雏的庞统为首，共塑有14人。西廊为武将廊，以智勇双全的赵云为首，也塑有14人。每尊塑像前都立有介绍其生平事迹的石碑。我觉得喜欢三国的话，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，然后最好还是找一个导游或者讲解员。中间这个像呢，就是刘备。这里面是关羽。
小白呢，就是今天没有时间来找一个讲解员了。不过我刚刚逛下来之后，发现这边的这个讲解服务是真的蛮好的，而且整体的环境大家能感受到，没有那种很嘈杂的讲解，每一位讲解员都特别的低声对着讲解器。是诸葛亮。在诸葛亮的两侧呢，一个是他的儿子，一个是他的孙子，诸葛瞻和诸葛尚。这边不是这种传统的寺庙，但是也有钟楼、鼓楼，就是一边一个小亭子。这个就是钟楼。哇，这一片的荷花。继续往前走就是三义庙。武侯祠呢，之前小白也来过一次。三义庙，三义庙乃后人祭祀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之祠庙。这个是宋代的青龙。过了三义庙之后，后面就是一个类似于庭院的这种花园，叫桃园。呵呵，这种人物造型还蛮奇特的，怎么有点像扑克牌里面那个呀？下雨天参观这种景点儿，人也不多，还真的挺舒服。从这边的这个出口出去就可以到锦里了。从这里面走就到这孔明院，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展。然后右边是盆景园、群贤堂。盆景园那个苏州的留园是不是也有一处全是盆景？就这种地方，特别热的天儿或者大晴天来，反而我觉得还没有什么感觉。下雨就增添了很多的意境，大家觉得呢？竹子，这两侧都是一些盆景。下了雨之后更绿了。哇，这盆景还真不少。这里面是石榴树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地方。两侧都是竹子，然后是红墙，上面都是绿色的这种苔藓。这边就是惠陵，是刘备的墓。就是这块儿，可以转一圈儿。
武侯祠文创馆，这里就都是一些三国的周边产品。后边是喝咖啡、喝茶的地方。从三义庙旁边这个出口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到旁边的锦里逛一逛。就是这种商业街，一个个档口。辣子鸡、锅盔、香肠、煎饼、豆腐。锦里。就是这种很趋同化的这种商业。往里面走是乌衣巷。这里面就算是乌衣巷了吧。建筑风格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卖的东西、品类啊这些，全国大差不差了。这里面就是张武街，可以一直走到我们最开始武侯祠的那个正门口。逛成都这种城市呢，一定要把节奏放慢，感受这种非常悠闲的慢生活。最好是再找一个这种当地的街边茶馆坐一坐。武侯祠的话，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来打卡，然后最好找一个导游。出来之后呢，再从这个锦里面、这个街里面找一找小吃，稍微的看一看，吃点东西就可以走了。因为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趋同化的。成都这个城市呢，是我除了上海，然后算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。大姐，来，这个麻辣牛肉。这没有猪的吧？这是麻辣牛肉那个。这是牛，那是猪。不用。我特喜欢成都、重庆这种路边吃火锅的感觉。一般的熊猫，它在室外的活动的时间，如果像今天天气还好啊，不是艳阳高照，我觉得下雨呢生财。有人买熊猫，有人买熊猫了。他们说了。好，马上就到了啊。这个红山动物园的龙一样，不回来不去买这些。说到红山。这边是熊猫基地的西门，从西门进来的。从前面可以俯视一下。熊猫。我近距离看一下熊猫，哇！大家不要发出声音啊！
这边是明月馆，熊猫热的时候就会回到馆内。好看是不是？吃完了。望月馆这边是年龄比较大的熊猫，这个熊猫25岁了，哇，确实体型更大。对，就吃甘蔗，而且这个竹子也就最多不会超过1年半2年左右的竹子，超过这个以后，它就丢到旁边。拿大的吃了，标准的葛优瘫。旁边还有个菜园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呢，是熊猫的西谷区，所以人比较少，可能人多的话都会在这个南门别墅区。我们从西门这边进来的。这边排队都是要去坐观光车看熊猫幼崽。这个建筑很像一个笋。这边就是熊猫猩猩产房基地，都是一些熊猫幼崽。往前走就到猩猩产房基地了。哇，这里面有个小的熊猫。来看一看熊猫幼崽。两只小大熊猫，哎呀，好可爱呀！这宝宝也太可爱了。哎，打架呢。你看那么长一根大竹子，儿子看见没？哎，人家还会嗑皮呢，嘎巴嘎巴两下给嚼了。哎呀！太好玩了吧它！这是一个家庭在睡觉，大熊猫、小熊猫。你看那个腿，那爪子。下来之后，这边就是一些熊猫。看这个多少钱呀？108一只。各位领导、各位贵宾啊，已经休息了超过半个小时了啊。马上呢还有几分钟，就抵达三星堆博物馆的停车场。从这边下楼到三星堆博物馆。抓好扶手，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，不要。这边就是1号馆的入口。往左边是1展区和2展区。世纪逐梦，巍然王都，沉睡数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这边是古代文明的地图。高超的一种技术，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石器打所有的玉章不出大的这个差错，中间呢都会有一个圆形。这些都是玉章，1927年出土的。这边主要是讲一些三星堆最开始被发现和挖掘的。还有包括那个油称上是亚洲上的项目。另外，在这因为这个项目啊，在地底下是放开了，而
月亮湾城墙南壁的剖面图。前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青铜器，超级多人。我们提过一个词语叫它有跪的，有蹲的，有站起来的。这边是三星堆的第2个展区，叫蔚然王都。这边人就比刚才那边还要多。鸟的头部，鸟的翅膀，但是你即便放到现在来说，你会中间这个就是非常有名气的黄金权杖。他来看一看，看到没？他是谁啊？这个权杖曾经谁？他是谁拿在手上？所以呢，现在要从1楼到2楼了。3展区天地人神，镇馆之宝。这个是青铜小人像，这么小。大禹治水，化九州，然后筑九鼎，问鼎中原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在三星堆居然没有发现鼎，只发现了有尊有垒，而且呢，这些尊和垒它都不是拿来使用的，而是拿来干什么呢？里面放着玉器和来自于几千公里外的印度的深海海贝，于是呢，就揭示了这4个字的意思：藏米于器，把米，我们说的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的米，藏在那个容器当中，然后献祭给他们的神明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他的额头两侧也有。这个就是传说中那个轮子方向盘。而30又是北纬在东极这边太阳的高度影响下，而且我们通过测量发现，青铜鸡，哇，终于看到这个了，这棵树。压轴了。这边就是2楼，这里边是三星堆的文创店。这边是手机壳，还有这种是冰箱贴吧，25。钥匙扣35，这边都是一些挂件，东西还是挺多的，各式各样的一些文创产品，面罩、面具，这些全是冰箱贴。
这种书签也蛮好看的。说了，我们今天的最佳线路啊，不是让大家爬山，而是呢，我们慢慢的从上往下走。这也是我们游览都江堰最好的一条线。我们先俯瞰整个都江堰的全貌，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过安南索桥到鱼嘴到飞沙堰。当然，我们下去以后呢，我们安排了电瓶车。都江堰景区门票。前面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到都江堰景区了。我记得6年前来的时候，那会儿这个景区是对上海人是免门票的。现在刚才问了一下，我们正常的话是80块钱，然后上海人的话是15。据说是当年好像他们有支援这个都江堰的一些事情，好像是。只不过现在这个票价好像就是不是免票了。1.3米以下免票。哇，在这边可以看整个都江堰的这个风景。今天天气还是挺凉快的，而且能见度也还可以。这个是灌溉区域图，鱼嘴、飞沙堰。这阁楼里面还有一个护沙阿姨。然后这边有介绍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卖掉自己在上海的房产，筹建学校。为什么？一部人随处都可以来。然后还有呢，这种竹。沿着这边就下山，还有这种抬轿子的，沿着楼梯继续往下走。今天天气是真的超级舒服。一点都不热，特凉快。下面就是安澜索桥，天下第一情人桥，又是穿过一片这个文创。天下第一情人桥。现在要去走安澜索桥，跨江。感觉6年前来的时候，这桥上好像没有这么多人。哇，下面这个水真的是特别的急，晃起来了。稍微有点晃，但是没有特别的那种眩晕的感觉。往下看，哇！晃。这个方向就是鱼嘴。其实我上水有问题，但是我是担心下来的。游客朋友您好，那万物庙和香茂河道可以从日本山。这是刚刚我们走的这座桥。来吧。我们就是从山上那个楼阁这样下来的。这边是观光车的售票处，单程10块，往返15。就在这边排队等观光车。
拜水都江堰。来到大家一家人拍一张照片留个纪念了。哎，拍完看效果。这边就是鱼嘴。从这边排队坐观光车。这边应该就是飞沙堰。上面这个就是二王庙。然后前面这块就是宝瓶口。对面这写着2个字，叫离堆，好像。这个水在这边有一个缓冲。这条路呢叫做燕公道。从这边走应该就可以出去了。这里边是神龟池，这棵银杏树修成了一个盆景。都江堰这边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正门口。蓝桥。水利发展中心。或者说蹄花张辽走。其实，在成都呢，有很多它不叫这个名字的这个蹄花，反而这边是 IFS 的7楼，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有名的那个熊猫。大家都在这边打卡拍照。现在有点落雨了。从这边也可以看到成都的那个电视塔339。上面这个屋面平台，整体的环境打造的还是挺不错的。还有一些雕塑、艺术品。跟大家在 IFS 里面转一转。刚刚从那个7层天台下来，这边5层好像是有电影院什么的，优衣库是5层、6层、2层。今天从那个 IFS 外面进到商场里面，给我第一感觉就和上海的环贸广场特别的像，也是办公商业综合体。这个熊猫的图案还蛮可爱的，配色也很有美感。这边是3层一个礼宾台，往左边排队坐电梯到7楼看熊猫的。3层、2层、1层就跟其他的一些奢侈品商场一样了，很多的奢侈品牌、珠宝啊、包包啊这些。这边1楼就都是一些大牌了。
无论是从这个环境和场子的维护，逛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。其实人流量还可以，因为有很多旅游的人来去打卡那个熊猫，但是其实这些重奢品牌里面买东西的人呢，不是特别的多。前面是 BV， 然后挨着门口就是 LV 和迪奥。这个通道里面就是 Burberry、YSL、DG 这些品牌。宝格丽、香奈儿、Prada 都在这一片。这边有 Gucci、Louis V， 前面有 Tiffany、泡泡玛特。这边也有一艘小轮船，这应该是史努比的一些什么活动吧。天府机场人真的是超级多。这个中间区域呢，一圈就有很多的商业、奢侈品牌，还有一些咖啡啊、餐饮。这边还有一个庭院，就是一些奶茶店。短暂的成都之旅就要结束了。感觉太匆忙了，也没有好好的跟大家仔细的逛一逛一些景点啊、街区啊什么的。相信在今年吧，可能还会再来一次，和大家更悠闲的、深入的、好好的逛一逛成都，一起发现一些好的、有趣的地方、好吃的地方。现在准备去候机了。